压根就不是技术的事情。你担心的 AI 末日，它就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回营销骗局。看完这个视频，你就会完全看清科技巨头是怎么靠制造恐惧来撑起万亿美元的估值泡沫的，能明白 AI 到底会用什么办法改变你的工作，知道到底是谁在借着 AI 偷偷赚大钱，以及普通人在这场肯定会来的职业洗牌里唯一能活下来的生存办法。要是你还信媒体上那些 AI 会取代80%人类的瞎话，你不光会错过这个时代最大的机会，还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矛盾？最害怕 AI 的是每个月拿固定工资的普通老百姓，而最喜欢 AI 把 AI 捧得很高的是身家百亿千亿的富豪和 CEO 们。你觉得这到底是技术在改变世界，还是资本借着大家的害怕来收割普通老百姓？在评论区留下你真实的看法，不要害怕尖锐，越直接越能戳破真相。一方面是全网都在刷屏的 AI 末日倒计时，专家们十分肯定地说未来5年一半的工作都会没了。另一方面是纳斯达克 AI 板块的市值，在过去3个月里迅速增长了3万亿美元。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矛盾？最担心 AI 的是每个月拿固定工资的普通民众，最喜爱 AI 把 AI 捧上天的是身家百亿千亿的富豪还有 CEO 们。要是 AI 真的会毁灭人类，为什么那些最聪明、最有钱、掌握最多信息的人不但不害怕，反倒在使劲砸钱往里冲？答案特别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在赌技术改变世界，他们是在赌技术改变世界这个事情能让他们的股票再涨10倍。你得明白一个最基本的市场逻辑，要是 AI 只是个普通的生产力工具，就跟当年的电脑、互联网还有智能手机一样，它根本撑不起现在的估值。一个能帮公司提升20%效率的工具，最多也就只能给公司带来20%的估值提升罢了。可现在 OpenAI 的估值是1500亿美元，特斯拉的市盈率是150倍，英伟达的市盈率超过70倍。这些数字背后根本不是生产力的预期，而是取代人类的预期。只有在所有人都觉得 AI 会完全改变一切，代替所有工作，变成比人类更厉害的新物种的时候，资本才会乐意给一个还在赔本的公司拿出几千亿美金的代价。这就是我所说的灾难化营销，用全人类的恐惧来给少数人的股票抬轿。你以为奥特曼天天在国会喊 A 可能灭绝人类是在危言耸听？不，他是在做市值管理。他越说 AI 危险，越说需要监管，市场就越相信 AI 真的有那么强大， OpenAI 的估值就越高。他甚至公开说，未来 AI 需要的能源会超过现在全世界的总发电量。这种话听起来很疯狂，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越疯狂的故事越值钱。但你猜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这一层，他们真的相信了 AI 会抢他们的饭碗，然后陷入了毫无意义的焦虑。他们一边骂 AI， 一边拒绝学习使用 AI 工具，最后真的被那些会用 AI 的人淘汰了。而那些编故事的人早就拿着套现的钱去买下一个故事了。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看那些大厂都在裁员，这不就是 AI 抢工作的证据吗？那我们来看看数据。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4.5%，处于过去50年的历史低点。如果 AI 真的在大规模取代人类，失业率应该飙升才对。不仅如此，过去3年美国新注册的企业数量比疫情前翻了1倍。这些新企业很多都是围绕 AI 诞生的，他们创造的新工作比 AI 消灭的旧工作多得多。那大厂的裁员是怎么回事？我们拿 Meta 举例子。疫情期间，扎克伯格觉得线上办公会成为永久趋势，于是疯狂扩招，把员工从1.6万人一口气扩张到了8万人。结果疫情结束，大家都回去上班了， Meta 的业务增长直接停滞。这时候扎克伯格出来说，我们要进入效率之年，要裁掉21000人，都是因为 AI 提升了效率，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看多完美的借口，一个 CEO 犯下的战略错误，最后变成了 AI 的锅，不仅掩盖了自己的决策失误，还顺便炒了一波 AI 概念，让股价涨了1倍。这就是资本的魔术。所有的裁员本质上都是为了利润和股价， AI 只是一个最好用的背锅侠。我再给你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10年前，所有人都在说放射科医生会是第一个被 AI 取代的职业，因为 AI 看 X 光片的准确率早就超过了人类医生。当时很多专家预言，到2025年，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放射科医生了。但现实是什么？过去10年，美国放射科医生的需求量增长了30%，平均薪资上涨了40%。现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最紧缺、最赚钱的职业之一。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AI 只能做一件事儿，看片子，给出一个初步的筛查结果，但它不能给病人下诊断，不能制定治疗方案，不能承担医疗事故的法律责任，更不能在病人拿到坏消息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一句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AI 把医生从最枯燥、最重复的看片工作里解放了出来，让他们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以前一个医生一天只能看20个病人，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他一天可以看50个病人，他的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被放大了。这才是 AI 改变职业的真正逻辑。它从来不会消灭一个职业，它只会消灭这个职业里那些平庸的、重复性的劳动，然后把这个职业的门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程序员也是一样，现在很多人说 AI 会写代码了，程序员要失业了，但真实的数据是，市场对初级码农的需求确实下降了，但对 AI 架构师、提示词工程师能够驾驭 AI 的高级开发者的需求暴涨了11%。以前一个初级程序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需求文档一行一行的写重复的代码，现在这些工作 AI 几分钟就能做完，但你不能指望 AI 自己去理解客户的需求，自己去设计整个系统的架构，自己去解决那些千奇百怪的 bug， 自己去为项目的失败负责。现在的程序员已经不需要再死记硬背语法，不需要再手写那些基础的框架代码了，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氛围编程，告诉 AI 你想要什么，给它一个清晰的指令和架构，然后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它的输出。谁能更好的和 AI 沟通，谁能把 AI 变成自己的外骨骼，谁就能在这个时代获得10倍的杠杆。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那些被所有人看不起的蓝领工作，反而成了 AI 时代最安全的职业。木匠、电工、水管工、建筑工人、汽修工，这些工作 AI 根本取代不了。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因为物理世界的复杂度远远超过了虚拟世界。AI 可以在1秒钟内写完1万行代码，但它不能拧一颗歪歪扭扭的螺丝，不能修理一个漏水的水管，不能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工地上准确地找到需要的工具。物理世界没有标准化的输入，没有清晰的规则，充满了意外和混乱，而这些恰恰是 AI 最不擅长的东西。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级，白领比蓝领有前途，但 AI 正在把这个逻辑彻底反转过来。未来最容易被取代的，恰恰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处理标准化文档的白领工作，而那些需要动手、需要在物理世界解决问题的蓝领工作会变得越来越值钱。这不是我的猜测，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现在美国一个熟练的电工时薪已经超过了很多大学毕业生，一个好的木匠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而且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明显。讲完了职业，我们再来说说钱。现在所有人都在说 OpenAI 是 AI 之王，特斯拉是机器人龙头，但如果你真的去看谁在靠 AI 赚钱，你会发现真正的王者根本不是他们。OpenAI 去年的营收是16亿美元，亏损超过10亿美元，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特斯拉的 Optimus 机器人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实验室里的原型机，连最基本的走路都走不利索，但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其他车企的总和。而亚马逊从来不在媒体上吹自己的 AI 有多厉害，但它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工业机器人，全美一共有400万台工业机器人在运行，亚马逊一家就占了100万台。它的 Kiva 无人仓储系统已经把仓库的效率提升了40%，把出错率降低到了1/1000。亚马逊的目标非常明确，在未来10年让公司的营收翻倍，但员工人数不增加，所有新增的产能全部由机器人来完成，这才是真正的 AI 变现。没有 PPT， 没有发布会，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实实在在的利润。马斯克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造产品，而是造故事。他用一个还在图纸上的火星移民计划撑起了 SpaceX 的估值，用一个还在实验室里的机器人撑起了特斯拉150倍的市盈率。如果按照传统车企10到15倍的市盈率来算，特斯拉的股价至少要跌掉3/4，但市场愿意为这个故事付钱，因为人类天生就喜欢宏大的叙事，喜欢那些能让他们热血沸腾的梦想，而资本恰恰最擅长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你可以喜欢马斯克的故事，你也可以相信他的梦想，但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故事，什么是现实。你可以为故事感动，但不要用你的真金白银为别人的梦想买单。现在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在这场 AI 洗牌里活下来，甚至赚到钱。首先，你必须彻底抛弃一个幻想，大学学历不再是就业的免死金牌。过去100年，教育的逻辑是你在学校里学会一门技能，然后用这门技能工作一辈子。但这个逻辑在 AI 时代已经彻底失效了。你今天在大学里学到的任何知识， AI 都比你懂得多，而且比你学得快。未来的教育不再是教你知识，而是教你如何使用 AI 来获取知识，如何用 AI 来放大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我所说的 AI 流量度。什么是 AI 流量度？就是你驾驭 AI 工具的能力。它不是指你会写几行提示词，而是指你能不能清晰地定义问题，能不能把一个复杂的目标拆解成 AI 能理解的指令，能不能判断 AI 输出的结果是对是错，能不能把 AI 的输出变成真正有价值的产品。未来的职场只会分成2种人，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会用 AI 的人，一个人就能干以前10个人的活，拿以前10个人的工资。不会用 AI 的人只能去干那些 AI 不愿意干的活，拿越来越低的工资。这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其次，你必须刻意培养自己的非共识能力，也就是那些 AI 永远学不会的人类独有的能力。AI 擅长处理标准化的、有明确规则的、可以量化的事情，但它不擅长处理混乱的、模糊的、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它不能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产生真正的情感，不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复杂的决策，更不能讲一个能让所有人相信的故事。所以，不要去学那些 AI 能做得比你好的东西，不要去学怎么写标准代码，不要去学怎么处理 Excel 表格，不要去学怎么写标准化的文案，去学那些需要承担责任的东西，去学那些需要和人打交道的东西，去学那些需要在混乱中做判断的东西，去学销售，去学管理，去学谈判，去学演讲，去学怎么理解人性，去学怎么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能力才是你在 AI 时代真正的护城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指望任何人来保护你，你必须自己给自己穿上防弹衣。我们来看看2个国家的对比。丹麦每年投入 GDP 的2%用于国民的职业再培训。如果一个工人因为技术进步失业了，政府会免费给他提供培训，帮他找到新的工作。而美国每年在职业再培训上的投入不到 GDP 的0.2%，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当技术变革来的时候，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只能够靠自己喽，没什么体系会来保护你。你要么自己学会游泳，不然就会被淹死。很多人期望政府能出台政策限制 AI 的发展，保住他们的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技术进步的车轮压根不会因为谁的埋怨就停下。资本永远都会追逐更高效率、更高利润，这是市场的基本逻辑，没人能改变。你能改变的就只有你自己。别把时间花在焦虑和埋怨上，去下载个 AI 工具吧，去试着用它来干你的工作，去看看它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去找到那些 AI 没法弄好的地方，并且把那地方当做你的战场。别害怕， AI 不是你的敌人，那些会用 AI 的人才是你的竞争对手。你看，真正的危险压根就不是 AI 什么的，真正的危险是你让资本弄出的恐惧叙事给唬住，你把自己搁在舒适区里头，你不愿去学新东西，最后就成了被时代淘汰的家伙。恐惧实在太不值钱，谁都能觉着害怕，可清醒是得花大价钱的。就那么些个人能穿过重重噪音，瞅清事情的本质。别当科技难民，别成那种站路边眼巴巴瞅着别人坐着 AI 的快车嗖嗖往前冲，还在那儿叽里咕噜抱怨的人。得当科技骑士，去骑上这匹马，去把控它，让它听你使唤。这时代不会淘汰谁，它只会淘汰那些不想改变的人。要是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觉得自己之前或许被那些叙述带偏了，那么你点个关注，我会接着带你戳破市场里那些好像挺真，实际上全是套路的谎言。我不会给你灌心灵鸡汤，也不会给你画空头支票，我只会跟你说数据和概率背后那个冷冰冰的真相。最后跟你提醒一下，本期内容就是个人看法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跟金融职业选择相关的问题，得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咨询专业人士。每个人的数据情况、风险承受能力还有人生目标都不一样，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才是最为关键的。